小孩子气啊！我还就小孩子气了？干什么？以后能不能别戴这么廉价的戒指？你去买盒蛋糕，买杯咖啡，咖啡不加糖，送到会议室去。 林总，好，下面是第4章第5条，这个条款在实际履行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，对方可能会因为这一条款质疑我们之前的一些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啊。今天先这样，散会。可是林总，明天我们就要跟对方接触，就这些问题，可能还要再谈判。 改成下午吧。林总，那其他的事情都往后顺延，如果挤不出时间就取消。散会吧。走吧，工作不在这一会儿。李楠蛋糕吃了吗？没顾上。不是你为什么呀？ 谈个恋爱把自己弄乱成这样，我昨天就已经不舒服了，所以我才没看完合同。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呀？在职场上只问结果，谁看过程啊？没做好就是我的问题。你跟我这装什么女强人呢？你要在这儿，你信不信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取消了？走，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回去。想死随便啊，但是我可告诉你，不管你出任何问题，我都懒得通知你那个痴情的未婚夫。 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邹律师，明天不能送你，那我就敬你一杯酒，当做是给你赔罪了。这2天你辛苦了。可是我胃不好，不能喝酒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喝果汁好了。谢谢你这些天的照顾。哎，回历城我请你吃饭。邹律师啊，一直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结婚了吗？ 啊，这个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纪念品。不过你这戒指看起来很像婚戒，这样子可是会挡桃花运的哦。不好意思啊。 小雨啊，你明天几点到啊？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，很方便的。那哪行啊？你还有行李呢。那个正好我明天去见一客户，在那个机场附近，你把航班号发给我吧，我去接你。家里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放心吧。你那个胃怎么回事啊？都疼了3回了，我听小月说，是不是他们灌你喝酒了？你自己找个心眼儿。 啊，回来以后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放心吧。你身体很好吗？ 怎么了？见不得我糟蹋你前男友的心脏啊？你要是猝死了，我没那义务通知你痴情的未婚妻。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确实，我未婚妻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没有你未婚夫好。你看，知道我在工作1天连1个电话都没有，不像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的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孩子气啊？我还就小孩子气了？干什么？以后能不能别戴这么廉价的戒指？我拜托你回去跟你的未婚夫说，买得起就买，买不起别买，别拿这种易拉罐拉环式的戒指出来骗小姑娘。还有，你代表的是志林，别出来丢人现眼的。要秀恩爱，回家找你那破小职员秀去。我这颗自然是没有你送给千金小姐那颗大了。当然，我是你的话，娶了那么好的太太，我把天上星星摘下来还嫌不够大呢，何况是一枚戒指。没错，我也觉得那不显大。
觉得人江瑶挺好的，人家比你长情，人家没有跟我说完爱我之后，在1个月之内就答应了别人的求婚，还带着恬不知耻的四处招摇。我这么廉价的人，就只配戴这么廉价的戒指。你不是嫌戒指丢人吧？你是嫌我丢人吗？嫌我给志玲丢人吗？没问题，工作结束，我明天就走。你是 boss， 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放开我！请进。小姐您好，有位先生让我把胃药送给您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，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没有。You man at home, we have big brick churches and big nice air-conditioned places. And you guys come out underneath the shade tree, and I think that's cool. 小林总，你在海南怎么样呢？我知道你工作一定很忙很累。小林总，你在海南怎么样呢？周律师，早啊！我来送你去机场。不用了，他们安排人送我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客气了，老大坚持让我来送你去机场。走，上车。谢谢。邹律师，我多句嘴，其实你误会老大了。不存在误会吧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本来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邹律，我跟了老大这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没见他对一个女孩这么用心过。他这次对你绝对是认真的。邹律师，你知道吗？老大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开车去你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厅坐着，就为了你上班的时候能看你一眼。啊，这种感觉我看着都心酸。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下次上班的时候注意留意一下路边的车，肯定有老大的车。你说出来也奇怪，好几次你下车吧，就在老大的窗前，可你从来都没发现过他。下次仔细看看。师傅，停车。